看到驯兽师，你以为人家驯的是凶猛魔兽，其实是肤白貌美的兽儿娘哒。就让我们男主来告诉你，如何靠撸毛技能成为人生赢家。男主雷音是个驯兽师，他能和动物签订心灵契约，然后使唤他们。虽然战斗不行，但能为队友提供侦查和支援。他原以为找到了值得信赖的队友，没想到那4个人一直把他当包袱，嫌他在战斗中帮不上忙，能做的也就是苦力活。雷音不敢相信自己在队友眼中这么没用，于是他跟勇者分道扬镳。离开队伍后，雷音获得了灵感，既然没了打倒魔王的任务，那就去做个自由的冒险者也不错。想到这，雷音来到了冒险者公会。因为勇者一直看不起冒险者，所以他连冒险者的基本知识都不懂。好在前台小姐娜塔莉很有耐心，她说冒险者和魔物一样，也有从 S 到 F 的等级划分，新手入会要从 F 级开始，而入会前还得通过一个测试，就是讨伐哥布林和采集药草。说完，娜塔莉开始登记雷音的职业。驯兽师没战斗力，这点早就众所周知，雷音也清楚这点，但对付几个哥布林还是没问题的，有把匕首就够了。毕竟只是一些低级魔物，没多久雷音就搞定了10只哥布林。接下来是采集药草。就在这时，附近传来了呼救声，走近一看，发现是个少女被魔物袭击。魔物是地级的杀手虎，这可是相当厉害的魔物。雷音砍了3刀，连老虎的毛都没砍断。雷音知道自己打不过这家伙，但要是逃跑的话还是有希望的。看到女孩站起来，雷音就放心了。他开始吸引老虎的注意，好让女孩趁机逃跑。就在雷音做决定时，他发现女孩并没有想逃的意思，只见她一跃跳到了空中，杀手虎被他一招秒杀。这时雷音才发现女孩的身份，这个世界上有个名为最强种的族群，比如龙族和神族之类的，他们无一例外都有超强的力量，其中有些尤其稀有。女孩正是来自几近灭绝的猫灵族。雷音来不及多想就冲了上去，但他发现女孩的状态不太对，情急之下雷音赶紧接住她，还以为她受了伤，结果是虚惊一场。3下5除2吃完后，女孩果然恢复了精神。她说自己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刚才甚至都快看到天国的爷爷奶奶在向她招手。随后女孩介绍自己叫做是猫灵族的一员。雷音好奇她为什么会在这个不起眼的地方，奏说因为猫灵族人少，一直隐居在山里，他受不了无聊的生活，所以决定出来旅行。说完，奏也问起了雷音的情况，雷音就把自己被勇者赶出来的事告诉了他。奏听完为雷音打抱不平，但雷音已经看开了，毕竟自己确实太弱了。奏忽然说雷音其实不是没用的人，在第一次见到雷音的时候，他就感觉全身像被电流通过一样，所以雷音可能能使役他，而能使役猫灵族的人绝对不简单。奏让雷音试试看，于是雷音试着和奏缔结契约。奏说出自己名字后，契约就成功了。奏的手心也出现了红色印记，他对和雷音的契约很高兴。接着两人继续进行冒险者测验，雷音选择和2只兔子定下临时契约，然后他让兔子带着同伴回来。随后雷音和所有兔子都定下了临时契约，让兔子们带回了附近的草药。奏很惊讶，要知道一般的驯兽师一次只能使役3只动物，但雷音有了它以后，竟然还能和其他动物建立契约。后来雷音完成任务顺利成为了 F 级冒险者。娜塔莉也很看好雷音，因为有了奏，雷音想先买个房子，但现在任务的报酬还不够，两人计划继续接任务赚钱。这时突然有人来找麻烦，看到奏是猫灵族就想调戏，还故意贬低雷音是个菜鸟，提出要和雷音比试，力量赌注就是奏的归属。为了不让奏遇到危险，雷音答应了比试。小混混被秒杀，这时娜塔莉听到动静赶来，看到又是这个人，她也很无奈。娜塔莉也很看好雷音，只是做个测验，怎么就和最强种签了契约？雷音现在非常惊讶，他从没想到自己会变得这么强。奏解释说，和最强种缔结契约后，主人的力量也会增强。现在雷音已经有了猫灵族一样的身体，雷音力量的提升让奏对接下来的冒险更期待，但现实很快让他失望了。他没想到雷音又接了个采集药草的任务，冒险者不应该是去寻找传说中的宝剑或救公主吗？雷音解释说 F 级能接的任务有限，只能慢慢升级。听到这，奏也只能作罢。为了梦想，他决定认真拔草，但很快奏就受打击了。他发现雷音其实不需要他，雷音随便驯服的兔子就完成了任务，这让奏很气愤。作为正牌使魔，居然还不如兔子。雷音正想安慰他几句，突然听到传来的惨叫，两人决定去看看。看到一群大汉围住了一个老头，听到盗贼提到漆黑之牙的名字，奏说他在旅行时听说过，这是个有上百人的大盗贼团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。雷音决定去帮忙，他从正面迎敌，奏去保护老人。有了猫灵族力量的雷音已经大不一样，轻松碾压盗贼们。其实奏还有点担心，驯兽师的身体本来就弱，最强种的力量也有负担，他怕雷音身体会突然撑不住，但看着雷音游刃有余的样子，
奏明白自己是多虑了。看着战斗中的雷音，奏有点移不开目光。这时老人向他们表达了感谢。老人其实雇了护卫，但没想到关键时刻三人都跑了。老人担心两人会被盗贼团报复，毕竟对方一向睚眦必报。雷音也担心镇上的人会被牵连，决定把盗贼团一网打尽。很快在松鼠的帮助下，雷音找到了他们的老巢。奏很难过自己作为使魔却一直没机会表现，雷音只好出声安慰，这种蜜蜂的毒素能让人半天动不了。他让奏下山求援，自己用蜜蜂偷袭。雷音很快和所有蜜蜂缔结了短暂契约。另一边，勇者队伍的两女日子不好过，他们就是老人说的逃兵，本想接个不会失败的任务赚点零花钱，结果连个盗贼团都打不过。他们把这一切都怪到临时雇的驯兽师身上，不去前线战斗也就算了，还不四处看看。三只松鼠就想做好警戒，为啥不直接驯服10只？你们在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普通人别说10只，连2只都搞不定。驯兽师能控制1只是基本常识，同时控制多种动物会因为负担太重神经崩溃。你俩居然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。听了这些，子毛有点惊讶。雷音明明可以轻松契约几10只，想到这他觉得对方在撒谎。为了不让人知道勇者队伍任务失败，子毛逼迫临时工顶锅。这时据点的盗贼已经全被放倒，奏带着冒险者来收尾，以为事情结束了，没想到山洞里又传出吼声，几只 C 级魔物的蜥蜴王摧毁栅栏冲出来，看到魔兽失控，雷音赶紧上去阻止，一拳就让魔兽没了战斗力。在其他人震惊时，奏也果断加入战斗，就这样男女混合双打，几只蜥蜴轻松搞定。当他们从洞里出来时，四周都是崇拜的眼神。被勇者队伍开除后，雷音终于被认可了。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奏带来的，因为雷音在消灭盗贼团中立了大功，工会破例把他升为1级冒险者，还得到了大量报酬。于是雷音带着奏好好消费了一番，还吃了一顿大餐。但到旅店时被告知只剩3间房。第3天两人去接任务，娜塔莉告诉他们最近南边桥上有人捣乱，不管谁过都会被一个神秘人挑战，分出胜负后就飘然离去。虽然没人死是好事，但那桥是唯一的通道。听到报酬有5枚金币时，雷音果断接了任务，很快就和奏一起到了桥边。奏很兴奋，第一次见到这么壮观的桥，但两人没看到有人拦路，被打败的人也全都闭口不谈。这时天上传来龙的吼声，最强种的龙族竟然出现在这。在两人惊讶的目光中，火龙带着夸张的气势降落，等烟雾散了之后，居然是个少女走出来。龙女的出现让奏明白了怎么回事，龙族1到15岁就得通过打败强者来证明自己。龙女也不避讳说她叫塔尼亚，流浪的冒险者和最强种的猫灵族，你们俩正好可以当她的战绩。话刚说完，战斗就开始了。雷音现在有了猫灵族的力量，抬手挡下让塔尼亚很惊讶。第一回合下来看似打平，但其实雷音的手臂已经发麻了。接着塔尼亚不再肉搏，他直接用了火龙一族的绝招，漂亮尾巴被烧让奏很生气。然后两位最强种开始交手，两人打得不相上下。雷音找准时机从旁边帮忙，没想到塔尼亚还能分心二用，一个无敌风火轮把两人抛向空中，然后对着空中的两人喷火。两人配合默契，在空中借力躲过了火焰。雷音知道想赢得用驯兽师的招数，拜托奏先独自对付塔尼亚3分钟，然后奏开始全力战斗。喵喵喵喵！雷音在刚才的战斗中感觉到了熟悉的气息，他发现并契约了空中的飞鸟，让飞鸟去召唤同伴。这时奏和塔尼亚的战斗陷入僵持，雷音突然操控飞鸟骚扰塔尼亚，塔尼亚很快把飞鸟驱散，但他也突然瘫软无力。雷音解释这种鸟有毒，即使是龙族被围攻也会暂时麻痹。塔尼亚见状只能投降，他以为雷音会把他卖给人类。雷音否认说他只想他以后别再这样，如果他拒绝的话自己会很困扰。塔尼亚无奈，要是困扰的话就强行带走他就好了。领取完报酬后，他们来到一片空地。龙族的规矩雷音无法干涉，但他希望塔尼亚以后可以去没人的地方修行。可塔尼亚想了想，决定留下，而且他也挺喜欢雷音，奏最终也答应他留下。于是塔尼亚就和雷音缔结了契约。契约完成后，塔尼亚看到手上的特殊印记，感觉自己和雷音已经连接在一起。这天雷音又接了个每日委托，任务是干掉一群史莱姆，可找了半天啥也没找到。无奈之下，他决定让鸟在天上找。接着雷音发动了魔法，下一秒他竟然晕了过去，两女手忙脚乱。一旁的小鸟竟然开口了，原来雷音把灵魂的一部分转移到了这只鸟上，这样他就可以自由操控鸟的身体。这就是驯兽师的技能之一童话。两女目瞪口呆，从没听说过这样的技能。视野开阔后，雷音很快发现了一堆史莱姆。这时塔尼亚突然有了个主意，他想让雷音用魔法解决，还没反应过来，雷音就被推到了史莱姆前。雷音只好照做，他回想着魔法的构造，手里慢慢凝聚出3团火球，火球放出，烟雾散去后满地都是魔盒。雷音惊呆了。塔尼亚说雷音每驯服一个最强种，自己也会得到对应的能力。驯服奏他得到了强悍的肉身，驯服自己则会得到魔法增益。趁这个机会，塔尼亚打算让雷音练魔法，毕竟用魔法比用身体更难。在两女热情的鼓励下，雷音动摇了。就这样，魔鬼训练开始了，要更加集中精神，下一波要来了。
快点集中！经过一番特训后，雷音初步掌握了魔力控制，委托的报酬也很可观。雷音带着妹子们开始了消费休息，就这饭量一般人真养不起。吃饱后，塔尼亚问出了自己的疑惑，他想知道雷音的驯兽是谁教的。奏也来了兴趣，雷音无奈开始回忆，他出生在一个驯兽师村庄，从懂事起就自然学会了驯兽，童话和驯虫技巧也是村里人教的。可12岁那年发生了意外，只记得那天父母都很忙，所以他独自去了森林深处练习驯兽。晚上回家时，他发现了不对劲，等他赶回村子时，火已经烧遍了整个村庄，最后只有他一个人幸存。好在有冒险者注意到了大火，好心把他带回去收留。为了表示感谢，他开始工作，光是为了活下去就费尽心力。就这样，大概半年前，他碰上了勇者队伍，那时候对方正好在找同伴，他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。他以为有了力量，可能就能阻止悲剧重演。期间，他一直被当成杂役使唤，所有的脏活累活全是他干的。勇者只不过是需要个跑腿的。塔尼亚气炸了，痛骂勇者都是蠢货，居然觉得雷音是废柴。奏也咒他们没了雷音天天倒霉。雷音觉得很幸福，如果能一直这样就好了。可是事与愿违，第3天，三人像往常一样去做任务，意外却发生了，看到雷音的表情，奏也下意识地回头看。勇者表面上是来找雷音道歉，但依旧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当两女挡在雷音身前时，勇者更是惊讶于他们的身份。雷音知道他们来肯定没好事，果然勇者是为了迷途之森而来，就像名字那样，那是个迷宫式的森林。他们4个人带的物资有限，无法长期探索。之前是雷音负责事前调查和调度物资，所以希望雷音能帮忙攻略。看到其他勇者依旧一副高傲样子，雷音直接拒绝，但神官很阴险，他说帮他们就是在拯救世界。迷途之森里有讨伐魔王必要的宝物之一，如果得不到就无法打败魔王，到时候魔物将充满整个世界。雷音不想故乡的悲剧再发生，最后还是点头答应帮忙。这时少女们叫住了他们，说可以帮，但在此之前他们要向雷音道歉。勇者们全体心态崩了，他们无法接受向无能的家伙下跪，还责怪雷音没好好教训宠物。随即在众人吃惊的目光中，下一秒雷音一拳把黄毛揍飞，他绝不原谅侮辱少女们的人。黄毛也不装了，准备教训雷音。雷音也接受了挑战，随后奏负责对付光头勇者，塔尼亚一挑3对阵神官和法师，而黄毛由雷音亲自解决。战斗开始，奏一套连环拳把光头压制住，光头找到机会用出大招反击，结果被奏一脚踢开，光头愣住了。我这连钢铁都能碎的一击，怎么可能被像赶蚊子一样轻松挡下？他实在无法相信这种强者竟然会听那个杂鱼的，但在奏眼里，雷音比他们强多了。另一边，塔尼亚和女勇者也开打了。两人同时朝塔尼亚攻击，但塔尼亚只是打了个响指，2道魔法就没了。原来龙族有个技能叫本源抵消，能解析他们的魔法结构，然后用相对的魔力波就能破解，所以他们自豪的魔法对他完全没用。在绝对实力面前，两女失去了斗志，但塔尼亚可不打算放过他们，决定让他们见识什么是超位魔法。天上瞬间出现无数巨大魔法阵，阵中一块块巨大的陨石浮现。此时黄毛还不知道同伴已经败了，还自以为是的认为雷音没接受他的好意。雷音懒得废话，直接出手打断黄毛的攻击。但此时雷音感觉有点奇怪，勇者理应是非常难对付的强敌，但黄毛却没让他感到威胁。黄毛不能理解驯兽师怎么可能这么强，而长久以来的相处让雷音早已熟悉黄毛的攻击套路，显然黄毛必输无疑。这时黄毛发动魔法试图偷袭，作为勇者他还有专属的雷电魔法，却没想到被雷音的火球挡掉。但他自信只会火球术的雷音迟早会输。就在他准备结束战斗时，身体突然麻痹，原来雷音在战斗中远程操控了毒性蜜蜂。黄毛终于知道怕了，开始求雷音原谅。三人把勇者小队猛揍了一顿后，雷音决定和他们的恩怨一笔勾销。勇者虽然被迫接受，但还是一副欠揍的态度，让雷音尽快去拿真实之盾。雷音立马摸头安抚两女，随后三人还是去了迷途之森，幸迷了路。塔尼亚很不爽森林的潮湿，想一把火烧了。雷音连忙叫停，引起森林大火怎么办？况且魔王宝具真实之盾还在森林深处。两女显然还是不太高兴，甚至想代替勇者干掉魔王。雷音很开心两人为他生气，但这个忙还是得帮，毕竟只有勇者才能讨伐魔王。两人无奈克制了下来。随后雷音故技重施，叫来小鸟附身，本体则交给妹子们照顾。虽然路被树遮住，但还是能隐约看到方向。可雷音带路走了很久，还没到森林深处，还在前面发现了出发前留下的记号。塔尼亚发现森林里有某种机关，他用本源追溯魔法，看到空中飘着很多光点。塔尼亚带路跟着光点到了大树前，有人在树上设了幻觉魔法。塔尼亚让奏砍断这棵树，就在奏动手时，脑海里突然出现声音，让他赶紧走。接着树中浮现了一位同为最强种，而且魔力还比龙族强的精灵族少女。200年前因为人族砍森林，导致双方冲突，最后精灵族躲到了人迹罕至的森林，因此精灵族特别讨厌人类。精灵威胁再不走就要强行干掉他们。三人见状立马跑了，突然要打架，他们还没准备好。雷音觉得奇怪，正常来说精
精灵族不会露面，他猜测和那棵树有关系，而大树后有被魔物占据的真实之盾。但再怎么讨厌人类，精灵也不可能帮魔族吧？为了赶时间，塔尼亚决定挡住精灵族的魔法，让邹趁机去破坏结界。雷音不想用暴力，坚持要先尝试和对方沟通。为了展现诚意，雷音这次独自面对讨厌人类的精灵索拉。作为驯兽使，他遇到过太多次言语不通的情况，但最后都被他用行动感化。面对索拉的攻击，雷音没有躲，只是希望能和他聊聊。雷音希望索拉能试着信任他。索拉不听，继续射出魔法剑。邹和塔尼亚看不下去了，挡在雷音身前。塔尼亚以龙族身份保证雷音的人品，一开始也是他反对破坏森林。索拉看着眼前这奇怪的组合，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组合，改变主意，愿意听雷音说。知道雷音想拿真实之盾，但被结界挡住。索拉说结界是他设的，但没办法帮他们撤掉，因为结界后面是精灵村落，宝物是精灵族保管的。既然是打败魔王的必需品，索拉愿意把宝物交给雷音。他让大家搞定事之后赶紧走，但索拉明显有话想说，却憋着不说。雷音感觉到索拉有心事，作为拿到真实之盾的回报，无论什么事他都想帮索拉。索拉很犹豫，怕会给他们带来危险，但雷音让他别担心，妹子们也都想帮他。索拉坦白他有个双胞胎妹妹露娜，虽然两人性格不同，但感情很好。这个世界去精灵村的入口很多，这里是她们姐妹负责管理。某天姐妹有事外出，回来的路上遇到了自称魔王军的魔物，两人反击但打不过，最后妹妹露娜被魔物抓住，对方是个暗影骑士。暗影骑士虽然不强，但他们有魔法免疫的特性，因此是魔法强化的精灵的克星。他们的目标就是灭绝精灵，所以用露娜的命威胁索拉解除结界。为了族人，索拉拒绝了这个危险的要求，他逃回族里寻求帮助，但族中长老也要负责其他族人拒绝救援。索拉虽然理解，但他还是无法放弃露娜。雷音当即向他承诺会救回他妹妹。为了救精灵露娜，雷音制定了战斗计划。他先用火球术吸引骑士注意，然后配合出击，试图在瞬间干掉魔物。可惜斩首计划失败，两人迅速转变策略，改为正面强攻。但因为注意力不自觉集中在精灵身上，被骑士察觉，他转身用力扔出长剑，打算直接撕票。关键时刻，塔尼亚出现在露娜面前，挡下攻击，并带着她迅速离开。雷音没了后顾之忧，继续战斗，但骑士用一招龙卷风逼得两人只能远离。于是雷音临时契约蜂群扰乱视线，再用增幅魔法大幅强化了邹的身体能力，让他获得一击贯穿心脏的超强力量。骑士被打倒，精灵姐妹重逢，但让雷音没想到的是，两姐妹明明长得一模一样，性格却完全相反。玩笑过后，两姐妹说她们准备离开森林，虽然是不得已，她们也无法继续和舍弃同胞的精灵们在一起，所以在邹的怂恿下，她们准备加入队伍。接着雷音成功契约了精灵姐妹，但因为双重契约，雷音体力不支，差点摔倒，幸好被两姐妹及时扶住。这时邹和塔尼亚才发现他们这是引狼入室。后来雷音把真实之盾交给了勇者一行人，神官用鉴定魔法确认了盾牌是真的。雷音不想再浪费时间，他拿到报酬后转身就走。光头佬继续劝说，只要打倒了魔王，你就能得到地位、名声，还有大量财富。雷音表示自己不需要那些，因为他想要的已经够了。索拉问雷音，为啥只有勇者能打倒魔王？传说很久以前，魔王用强大的力量统治着人类，为了反抗初代勇者，和诸神定下了契约，把诸神的血液注入自己身体，这样突破了自身极限。所以只有勇者能打倒魔王，因为他们继承了诸神之血，让身体没有成长极限，最终不断积累力量，直到能打败魔王。听到这，索拉说，按这个道理，雷音不就跟勇者一样吗？他可以通过不断契约厉害的种族，获得超越人类极限的力量，实质上不就跟勇者一样吗？所以雷音你来拯救世界，四女这么说。随着队伍成员不断增加，雷音沦落到每天只能睡地板，平时出门也不得安宁，连小孩子看到都会调侃他。姐姐索拉还有些害羞，可妹妹露娜却乐开了花。因为雷音一直都是赤手空拳在战斗，所以这天他们来到了镇上最好的武器店，里面的武器琳琅满目。雷音还在挑选，可露娜却已经决定好了。她说驯兽师就该用鞭子，不听话就用这个抽一下，当然就算平时不用，关键时候也能派上用场。听到这，索拉脸都红了。在两女打闹的时候，雷音也找到了心仪的武器，可拔出来后他突然觉得不对劲，愣神的时候一个男人走了进来。这家店的口碑很有名，钱不是问题，他要这里最好的武器。老板依旧冷淡，随手拿起一把剑。拿到武器的男人高高兴兴的走了。大家都看到了这一幕，雷音却一脸严肃，那把剑有问题。话一出口，老板也精神了，作为装饰品没问题，可真要打架就是烧火棍。所以他大胆猜测，老板肯定藏了什么。没想到老板突然大笑，恭喜雷音猜对了。
了这里的武器，是他上厕所时无聊做的，随便弄的锋利度和他精心打造的完全不一样。店里表面上卖的只是个测试，大家总以为有钱能买到好武器，却不考虑自己和武器的契合，有了新的就丢旧的。而作品对工匠来说就像孩子一样。不过他很好奇，雷音怎么发现武器不对的。雷音说这是身为驯兽师的本能，以前驯服动物时养成的观察习惯。这话成功忽悠住了老板，他决定为识货的雷音做把专属武器。大家听了都很开心，但老板不得不打断一下，可惜他没有材料了。特别的武器需要特别的矿石，他需要一种密银矿石。原本他有一座矿山，可最近不知怎么的，那里一点密银都找不到，显然是矿山出了问题。为了专属武器，雷音决定去看看。不久几人到了矿山，果然看到有人在偷采矿石。正在商量对策时，雷音发现天上有只老鹰，老鹰的动作很奇怪，接下来更证实了他的猜测。无奈雷音只好准备迎战，因为还要套情报，一会儿他们需要下手清点。但显然雷音多虑了，因为两女完全没听进去，两个盗贼直接被打晕了。好在这时姐妹俩有办法，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。精灵族有专门搜魂的魔法，所以在大家惊讶的目光下，姐妹俩很快查明了真相。从两人的记忆中可以看出，矿山还是被偷采了。除了倒下的那俩人，里面还有5个冒险者，他们也发现了我们。敌人里有个驯兽师，雷音刚才注意到的就是这个。我们刚进矿洞，一个火球就飞过来了，雷音还没动手，姐妹俩就抢着挡住了。攻击的是2个女人，看到攻击没效果，他们准备再来一次，可是没想到下一秒魔法就失效了。在精灵族面前，这就是班门弄斧。破解魔法的同时，两女也被绑住了。其他人想偷袭，但被塔尼亚挡住了。然后他俩很快解决了，他们4人全被抓了。雷音则对上了他们老大，对手也是个驯兽师。雷音不负众望，秒杀结束战斗。红毛不甘心放大招了，看清来的是啥，大家都惊呆了，因为对方竟然是 B 级魔兽。驯服这种存在需要巨大的魔力，但对方明明很弱。这时红毛说出了真相，原来这魔兽是他从小养大的。说完不废话就开始动手，雷音轻松躲开，但矿洞遭殃了，这里随时可能塌陷。雷音在打斗时还把保护人质的任务交给了他们。邹有点担心雷音很快就回来了，他想一起战斗，但雷音立刻阻止了他。话音刚落，魔兽就突然停下了。原来雷音掌握了控制权。红毛懵了，这种事他从没听过。他疯狂下令干掉雷音，但没想到魔兽直接狂暴了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雷音出手了，瞬间矿洞里烟雾弥漫。洞外的3女也听到了动静，烟雾散去，魔兽不见了。失去底牌，红毛没了斗志，很快就全招了偷采密银的事，因为他们买了工匠的量产品。从其他冒险者那儿得知真相后，他们就一起报复老头。雷音把这些话告诉了老板，老头听了原因也沉默了，原来是自作自受。感谢了雷音好几次，他也想起了之前的承诺，问雷音想要什么武器。雷音早就想好了，他要短剑和手套，但他还想加点东西，打造需要点时间，所以雷音决定顺便休息一下，带着几女一起去逛逛。另一边，勇者在招募能帮忙的队友，但来面试的人不少都不中用。你能驾驭最强的种族吗？对驯兽师来说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但勇者没意识到，毕竟雷音能做到。他觉得今天来的都是混子，总之没人合适，大叔只好失望的走了。勇者还想再面试一个，但没人了。刚才那个已经是最后一个了。神官建议勇者降低标准，这话一出不要紧，勇者觉得这是质疑他的判断。神官有点害怕，但他必须忍耐，侍奉勇者是他的使命。想到这，神官只好违心的赞美勇者，勇者很受用。拍了几句马屁后，勇者终于让他走了。但离开前，神官还是忍不住，他希望勇者别忘了拯救世界的使命。但这话简直对牛弹琴，拯救世界肯定会做，但在那之前，勇者还有别的任务。第3天，雷音打算陪姐妹俩去逛街，另外2个还没起床，逛了好一会儿，突然有人叫住他们。3人回头，那人突然问了3女的名字。听到这，姐妹俩不淡定了。雷音当然是拒绝的，但黄毛不死心，下令包围雷音。没想到话刚说完，守卫就领了盒饭。碰瓷碰到大人物了，看到雷音不好惹，黄毛又使出老套路，用居民的命威胁雷音，不交出姐妹就伤及无辜。雷音觉得这是很棘手，正在思考时，雷音脑中浮现出了陌生的咒式。虽然只是简单的火球术，数量惊人，而且操控的极准，只有守卫被烧倒。姐妹俩一眼认出来，这是精灵族的连续咏唱。雷音让黄毛赶紧滚，不然就断你条腿。事到如今，帅哥也有点怂，但嘴硬不认输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没多久，居民都围了过来，大家都很感谢雷音的帮助，但也因此希望他们赶紧离开。这是善意的提醒。雷音正琢磨时，没注意到有人在暗中观察。勇者心存歹念，准备用戒指让雷音消失。这个时机很快就到了。回去后，妹妹露娜开始吹嘘雷音的英勇事迹，姐姐就直接说重点。雷音学到了精灵族的高级魔法控制技巧，和驯服塔尼亚后的强大魔力完美结合。如果之前雷音的魔法还会失控，那现在完全不用担心了。听到这，邹和塔尼亚都很高兴，但遗憾的是，他们今天都睡过头了，没亲眼见到。说到这，雷音不得不打个岔。据镇上的居民说，领主在这简直一手遮天，他们看上的女人没有一个能幸免。
据说骑士团调查过领主，但因为找不到证据，最后不了了之。从黄毛最后的态度来看，今天的事显然不会轻易结束。现在只有2个解决办法，要么他们就离开城镇，要么一举解决领主。几个女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。离开是好，但居民会被黄毛报复。当晚雷音的预料成真了，黄毛找来了一个盔甲男，要求把雷音带来，出手相当大方。盔甲男正是骑士团团长吉雷。吉雷走后，黄毛越想越气，于是摇了铃铛。第3天，雷音去了骑士团，他问前台小姐是否只要提出申诉就能请求调查，女孩毫不犹豫地点头。骑士团就是为正义而存在，但得知雷音是为了昨天的事而来，他立刻慌了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应。突然，一个声音打破了沉默，来的是骑士团的一支小队。广场的事不过是小纷争，他们已经了解了全部经过，但如果雷音继续闹，会以反叛罪处理。雷音没再多说，其实今天他只是来试探一下，没想到骑士团真跟领主串通了，接下来就别怪他不客气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叫住了雷音，他自我介绍说自己叫史黛拉，是骑士团的副团长。刚才那场闹剧他都看见了。史黛拉突然向雷音表示感谢，他之前听说过漆黑之崖的盗贼团被一个带着最强种的冒险者干掉了，现在一见果然名不虚传。他是来请求雷音帮忙的，目的是为了揭穿领主等人的罪行，也是为了让骑士团清醒过来。但他遗憾地说自己没有这个实力，说着就开始哽咽了。见状，雷音立马表示同意，2人目标一致，他没有拒绝的理由。雷音心里已经有了计划，趁这个机会来个大扫除也不错。就这样，按照雷音的想法，大家开始行动。短短1个下午，骑士团就被搞得焦头烂额。晚上，他们来到了郊外的仓库，根据收到的消息，这里藏有骑士团和领主勾结的证据。虽然吉雷觉得是假的，但为防万一，不得不防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大部队进入了仓库。还没走多远，门突然关上了，蛮力完全打不开，因为门已经被冰封了。这是姐妹俩的任务。同时，仓库内的骑士一个接一个倒下，幕后黑手正是雷音，他用的是老板特制的麻醉针。很快就只剩下团长了，没想到最后3针却被挡下了。吉雷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，并且推测出了攻击的方向。现在他已经适应了黑暗，原来是副团长在造反。史黛拉劝吉雷放弃抵抗，现在分部已经被他的同伴镇压了，期间还找到了不少与领主勾结的证据。史黛拉让雷音别插手，到现在吉雷仍旧执迷不悟，明明以前还坚守着正义。很快战斗就一触即发，电光火石间吉雷就倒下了，颇有些雷声大雨点小。另一边，黄毛已经得到了消息，骑士团已经被副团长掌控，要不了多久就会找上门。他把所有的怒气都撒在了小狐狸身上，但转念一想，这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毕竟他手下还有好几百的私兵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人影破窗而入，那人提醒他，对方可是有雷音在，那可是能使役最强种的驯兽师啊。说完，他递给黄毛一枚戒指，这是一个会让目标致死的魔法道具，有了它就稳妥了。这负面情绪真是绝佳，这家伙应该能进一步激发戒指的力量吧。然后给予雷音致命一击。这边雷音已经潜入了领主家，并打开了牢房的门。话音刚落，萝莉身上的伤瞬间痊愈。她自我介绍说，她叫妮娜，是魔兽中最强种之一的神族。她被关进地牢不是因为实力不够，而是被黄毛用村民威胁放弃抵抗，被迫戴上了奴隶项圈，就这样成了黄毛的阶下囚。听到这里，妮娜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，雷音赶紧安慰她不用担心，从现在起一切都会不同。随后雷音根据项圈里的驯服魔法特性为妮娜解开了项圈，但自己也因此累倒在了妮娜身上。此时黄毛还不知道自己被偷家了。骑士团今晚突然发起了偷袭，虽然有私兵的保护，但这样下去也撑不了多久。神秘人告诉他，对方有好几个魔兽中的最强种。根据神秘人的说法，只要雷音露头，他就能利用这个戒指扭转局面。就在这时，领主走了过来，询问下面究竟出了什么事。黄毛对此早有准备，他让父亲先逃，至于那些证据自己会处理。看到儿子的自信，领主立马被说服了，就把一切交给了黄毛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雷音正准备带着妮娜逃跑，却碰上了众女。雷音刚要解释妮娜的事，就迎来了四女的质问。突然脚步声引起了几人的注意，这就巧了，往哪逃不好，却偏偏从大门回。领主就这样白给了，可这样的白给让雷音有些不寒而栗。就在这时，黄毛也闻声赶来，他发现雷音竟然躲在这里，他毫不犹豫地发动了戒指，下一秒魔焰就变成了死神。这家伙显然不是好对付的。揍发现时已经太迟了，雷音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击中了，结果雷音却一点事都没有。他觉得自己可能产生了幻觉，但死神是真实存在的，大家都看到了。大家想看看雷音的伤势，索拉最担心，因为他知道刚才那是超位魔法，能让目标立即进入异常状态。但神奇的是，雷音一点事都没有。露娜听到异常状态这词，她心思一动，立刻对雷音用了毒物魔法。索拉惊呆了，妹妹居然想对主下手。露娜很淡定地说，这只是个测试。她一直觉得奇怪，雷音明明和她们姐妹俩
俩签了契约，却只得到了魔法控制的能力。现在终于有了解释，原来另一种能力是免疫异常状态。此时黄毛在楼上看着这一切，他愤恨地盯着妮娜。下一秒，黄毛突然被一团紫气包裹，再过2秒半，一个扭曲的人影出现了，竟然是只魔族。他感谢众人让他复活，作为交换，他会最后杀死他们。下一秒，魔族就飞走了，开始在城里大肆破坏。雷音毫不犹豫地带着后宫团追了上去，眼见魔族在破坏中还在陶醉，邹直接发起了攻击。虽然魔族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但依旧很淡定。邹继续连招一鸡猫拳又打上去，塔尼亚没犹豫，紧跟着一发神龙摆尾。雷音也趁机发动魔法绳索，一瞬间就把魔族捆得紧紧的。虽然很快被挣脱，但也为精灵姐妹创造了机会。此时超位魔法已经准备好了，强大的魔法瞬间淹没了魔族，但烟雾散去后，魔族竟毫发无损。面对围攻，他终于认真起来，开始召唤更多的魔族。看来他从头到尾都没用全力，但现在他不打算再纠缠了。眼见魔族要离去，塔尼亚果断使出一道龙息，但被魔族用手下挡了下来。这样下去根本没办法，而且下面还有魔物在猎杀居民，所以他们只好分成2队，姐妹俩负责把居民传送到安全的地方，雷音则负责留下来搞定敌人。与此同时，在另一边，勇者小队正在讨论要不要出手，但勇者打断了所有争论，神官和光头只能顺从，因为勇者的判断就代表神的意志。大家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就是勇者，即死魔法和被封印的魔族都是他搞的。他2手准备，就不信雷音还能活下来。在骑士团的帮助下，居民很快聚集到了一处，姐妹俩把他们一个个传送到了安全的地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街上还来了增援，小镇的魔物正被有序的清理。这是冒险者公会的冒险者们，为了家园，他们也打算拼命一战，但不解决源头终究是白忙。此时雷音很犯愁，他有一个能搞定魔族的办法，可惜距离不够，必须得想法子靠近对方。正在大家苦恼时，妮娜跑了过来，她也希望为雷音出点力。到目前为止，只有她什么也没做。听到这，雷音果断把想法告诉了妮娜。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下一秒2人就瞬移到了高处。2人的突然出现让魔族愣住了，然后直接发动了攻击，连续的瞬移让魔族抓狂。但很快他认出了这是神族的瞬间移动，连续使用甚至可以当成飞行。雷音对自己使出了力量增幅，魔族立刻命令手下进攻。没想到下一秒雷音就出现在他面前，把手贴到了他的胸口上，用了驯服魔法。驯服需要了解对方的魔力，可魔族的构造实在闻所未闻，一不小心就会被魔化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这一招不仅让魔族被驯服了，就连分身也被解决了。雷音夺走了他的控制权，魔族想要反抗，结果被手下啃食殆尽。是雷音下的命令，没过多久他就彻底消散了。石井瑞事后，城镇开始重建，一切都在有序恢复，骑士团也重新振作，和领主有勾结的坏蛋都被送往王都裁决，雷音也成了大家心中的英雄。事后妮娜也和雷音订立了契约，大家都很欢迎新成员的加入。但接着问题就来了，旅馆的床太小，根本塞不下6个人，所以买房子的事显得特别紧急。好在打败了1级魔族之后，他不仅冒险者等级从E升到了 C， 还额外拿到了一笔奖金，用来买房子是绰绰有余。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半天，大家从期待变得有点失望，没有一个房子能入眼。很快就到了最后一个，外观看起来大气简洁，里面还有超过10个大床房，还有能容纳几十人的浴室，价格也很实惠，但这也让大家觉得有点可疑。话刚说完，一本手册也掉了下来。看着大家的怀疑，娜塔莉也不再装了。其实里面闹鬼睡觉时枕头会自己动，洗澡的热水会变冷，袜子会发臭，晒干的衣服上会出现不明液体等等。在大家看来，这些都不是什么大问题。雷音决定调查一下，问问大家的意见。虽然是鬼屋，但房子里似乎有人定期打扫。正当大家疑惑时，房间突然动了起来，还有诡异的声音传来，原来真的有幽灵在捣乱。姐妹俩果断使用了魔法圣域封印，随着3女的咒语，墙上瞬间出现了几排魔法阵。姐妹俩用结界封住了精神空间，这样幽灵就无处可逃了。然后雷音发动驯服，让幽灵无法动弹。但驯服不是只对魔兽有效吗？听到大家的疑惑，雷音淡定的解释，因为自己是驯兽师，驯服幽灵跟驯服魔兽差不多。小时候村里的人叫过他。幽灵不甘心地说，凭什么能使役我们幽灵啊？但雷音一句趴下，他瞬间就动不了了，事到如今也只能认命了。幽灵自我介绍叫缇娜，之前在其他城镇当过女仆，但30年前死了。因为各种原因漂泊到了这里，她不是地缚灵，所以可以自由移动。说到变成幽灵的原因，缇娜解释，因为生前侍奉的主人是个变态，经常折磨家里的女仆，等她回过神来就变成了幽灵。既然输了，那么下一步她就要离开，但雷音却建议缇娜留下，因为他们才能买到这么便宜的房子。这让缇娜顿时愣住了，大家都表示同意。看到大家这么热情邀请缇娜，终于不再拒绝。
很快房契也签了，就这样房子搞定了。晚上要举办迎新派对，同时另一边勇者去街上补充物资，不过他没打算给钱手头紧，所以想先欠掉，但老板却坚决不干。勇者已经成了小镇上的公敌，最后他只能气呼呼的离开。勇者把这一切都怪在雷音头上，而此时雷音正享受着难得的安宁，不知不觉他已经有了一个大家庭，从故乡被毁到被勇者队伍开除，现在他终于再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至此，被勇者队伍开除的驯兽师完